一颗炸弹在地铁引爆，这颗炸弹放置的目的是为了被拆除的。九重给了警方最简单的谜题和最充足的时间，保证他们绝对能拆除炸弹。可没想到其中出现第三者插足，任由炸弹的地铁引爆，导致出现70多名轻重伤者，就连赶去拆弹的九重都被殃及。而这位第三者正是他们儿时的玩伴 Five。事件谜团重重，犯人嚣张至极，但搜查一个的权利却被迫让渡给了佛伯勒的专业反恐部队。九重再次从梦中惊醒，对于 Five 他们的感情是复杂的，虽然能救他出去，但 Five 只是想要进行当初那场游戏。丽莎过来问他能做些什么，九重问他是能杀人还是能爆炸，说着调出了地铁现场的受灾照片。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只要丽莎不添乱就是帮大忙了。虽然名义上是协助调查，但其实搜查一个的活动已被全面禁止。昨天开会途中，仓丘被交到长官室，面见了佛伯勒特别搜查官克拉拉·伦斯和 Five。联邦政府已经有铁证证明连环爆炸的犯人和半年前的核废厂部夺取案件有关，打算将犯人逼向绝路，一举破案。但问题是，如果犯人被逼上绝路用了鬼牌，他们又要怎么办呢？丽莎在天台发呆，东尔说她的声音是淡黄色的，她能从声音感受到各种色彩的联觉能力，拥有那种颜色的人可不多见。丽莎问多尔自己是不是个累赘，还是不要待在这里比较好了。多尔安慰九重只是嘴巴坏，但其实并不讨厌丽莎，他和九重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是最了解他的人。丽莎也跟着笑了，她有些羡慕。斯文格斯再次发出新的犯罪预告，懦弱凯撒去了阿拉伯，但问题是九重和多尔暂时都没有任何行动。这条预告是冒牌货发的。预告中用的凯撒是密码，是将字母表的各个字母按照一个固定数目进行偏移的单表替代密码，在没有特别设定情况下偏移量为3，将密码解析后的数字换算成坐标，正是羽田机场的国际航站楼，而这正是九重其中一个目标。最后期限是今晚8点，最后还附带了一个带着维欧恩的旅途愉快，这样一来就锤死了是真正的斯芬克斯干的。九重知道这是 Five 留给他们的信息，表示一切都被他看透了。Five 和克劳伦斯就在机场守株待兔， Five 坚信九重一定会为了见他前来。九重也坚信，如果是 Five 是真的会引发爆炸，就算真的爆炸了，只要让警方发布一篇是他们干的声明，就能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去阻止爆炸就会落网，视而不见就会被当成无差别杀人犯。现在正值暑假，机场人来人往，搞不好会造成上百人丧命。Five 打一开始就没有理智，只要去了航站楼就能得到下一步提示。Five 一定会有机场内的1500多个监视器监控他们，这样来就需要一个生面孔，正好丽莎现在手忙脚乱的主挂面。搜查一刻忙碌起来的时候，柴智在怀疑这条预告的真实性，内容太过实际，他感受不到其中蕴含的信息。距离炸弹爆炸只剩4个小时，搜查一刻却被全员待命，这件事已经交给了炸弹处理组解决。尽管心怀不满，但这是警视总监的指令，就算是他们也无法违抗。柴奇收到了手机，说要去吃饭，转头就准备开车偷偷溜去现场。雨村几人跟了上来，吃饭这种事还是人多热闹一点。在李莎的坚持下，九重终于松口让他也加入，不过需要分头行动，丽莎得一个人坐电车去。身为恐怖分子，需要阻止炸弹爆炸，这多少有点荒谬了。而机场内是 Five 精心布置的陷阱，从他们刷伪造通行证进场的瞬间就已经被盯上了。九重和东尔先伪装成工作人员进场，随后换装成普通游客。机场内驻守的警员全都拿到了九重的画像。两人来到候机大厅，显示屏突然显出了整张机场的平面图。Five 要将机场作为国际象棋的棋盘和九重进行博弈，只要胜出，在那个棋子对应的位置就能找到炸弹。机场的平面构造在九重脑海中展开，两个人立刻分头行动前往指定地点。游戏正式开始。与此同时，赶到机场的柴崎等人也发现了显示屏的异常之处。他去询问工作人员，被告知是警察的通知，要他将字幕投射在显示屏上。九重和 Five 玩下棋游戏，多尔利用监视器的死角躲开追踪。Five 只能将他的影像资料传输给现场的警察搜捕。柴崎很快发现，显示字幕的应该是炸弹犯传达给拆弹者的信号。设置炸弹的斯芬克斯是警方伪装的，拆弹的反而是真正的犯人。想要抄近道，他们得先调查警方的动向。多尔的行踪很快被发现，他来到厕所换装成警察，光明正大的躲过了严密的搜捕。同时待机的李莎行动，李莎手忙脚乱地把清扫表示摆到厕所后，到厕所隔间掰断烟雾棒，引发整片区域火警。可惜由于实在太惊慌失措，被正在监控的 Five 发现了踪迹。东尔潜入控制室后台开始修改程序，正在监控九重行踪的 Five 很快发现了不对，机场内中北的时间和实际上的时间对不上，在烟雾出现的瞬间，监控被换掉了。他立刻冲出监控室，却不想九重就埋伏在他身后。九重已经找到了将军，也就是安放炸弹的位置。如今东尔正在赶过去，但他没料到 Five 发现了李莎的存在。克劳伦斯挟持李莎去了炸弹安放点。与此同时，警察赶到击退了九重。听到枪声的柴崎赶向现场，正好和九重擦肩而过。九重这个东二回合，但这里却没有找到炸弹。李莎带来电话求救，他被关进一架正在移动的飞机里，炸弹就在他眼前。飞机是无人驾驶的，他们在这里没有找到炸弹，因为炸弹是不断移动的，最终会停在将军的地点。Five 如今正在控制他操控客机，但那里被重兵把守，他们根本进不去。要是引发骚乱，他们可是让普通乘客逃走避难，但近在炸弹旁边的李莎就只能等死。九重一咬牙，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他给柴崎打去了电话，表示这次炸弹不是他们设置的，让他们背黑锅的人是谁，想必柴崎心里有数。放置了炸弹的客机正朝着106号门驶去，现在只有闯进控制室夺取自动操纵系统的控制权才能阻止他。炸弹要是爆炸了，头疼的可不只是他们，而且保护市民不就是警察的义务吗？柴崎几人强壮控制他的同时，东二九冲开车接应丽莎，他让丽莎拧开机舱门跳下来，丽莎成功获救，柴崎也闯入控制塔，威胁工作人员移走飞机。飞机虽然在跑道上爆炸，但所幸没有出现伤亡。九冲很嚣张地戴着面具来和柴崎告别，随后趁着拥挤扬长而去，只留下吃力不讨好的柴崎无能狂怒。虽然好事被破坏，但 Five 却拿到了丽莎的学生证。玉村几人因为擅自行动被停职3个月，而柴崎则是被无期限停职。当然，这个惩罚已经是轻的了。Five 的本意是要直接将他开除，虽然对外的身份是特殊调查小组，但 Five 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或许这次的时间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柴崎去见自己上过理工科大学的女儿询问核弹的制造，普通人就算夺取了布也很难造出炸弹，而且用这种物质制造炸弹，制作者一定受到辐射。独自在家煮咖喱的丽莎收到一个寄给她的快递，里面装着的居然是一个炸弹。九冲和东二刚买了东西回来，就见丽莎火急火燎地冲出来，随后整栋大楼都被炸毁。Five 一直任性妄为，让克劳伦斯看不下去了。尽管他把握分寸，他们的任务是取回目标，他们对日本警方的控制也是有极限的。家被炸毁后，三人只能找了间废弃的游戏厅过夜。柴崎查到各个爆炸点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名为新晋和平署的团体研讨会，而这个团体实验实施过一项雅典娜计划。柴崎找到了一位参加新晋和平署的议员，询问雅典娜计划的详情。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实施儿童英才教育，但无论他们怎么调查都找不到详细内容。议员当然不肯透露，直到柴崎搬出了他不学无术的儿子威胁。反正他现在快要被辞退了，在法律边缘大鹏展翅一下也无所谓。Five 的出现完全在预料之外，九冲决定提前计划，但东二却提出在这个时候收手。九冲问他是因为李莎让他害怕了吗？但他们有必须完成的使命，难道东二打算忘记那里吗？要是走错一步，李莎或许会死在爆炸中。九冲也不想让李莎牵扯进来。玉村找到柴崎和他一起调查。根据那位议员透露，有一家孤儿院曾以全国孤儿为对象进行测试，然后把优秀的孩子都招募进去。两个人开始地毯式的搜索孤儿院和曾经参加测试的孩子，然而跑了好几处地方，完全没有查到一个孩子的下落。他们就像幽灵一样在人间销声匿迹了，只拿到了一张带走孩子政府人员的名片。柴崎拜托技术犯罪科的同事搜查这个计划的相关情报，同时查到那个名叫青木男人的地址，而且还发现连制药公司和脑科学研究所等尖端医疗机构都和这个雅典娜计划有关。但计划在7年前已经终止了。觉得自己是个累赘的丽莎最终选择了默默离开，却在刚离家出走后就被 Five 派人抓走了。Five 已经将丽莎调了个彻底，他对丽莎的性命不感兴趣，而且九冲和东二已经没有未来了。在发现丽莎离开后，东二准备去寻找 Five 用丽莎的手机给他发来消息，这明显是个圈套，但东二还是二话不说要去救人。即使九冲恳求他别离开，东二也最终还是为了丽莎抛弃了伙伴。